家好，今天我来給大家講一下我們這個院子塌陷的地方這個問題。就是剛剛原房主叔叔他的弟弟來跟我們說，我們這裡可以不需要倒梁，也不需要切薄坎，就可以把裡面的院子給延伸出來，下面都可以原封不動，上面呢就可以給它硬化。我們去看看。大家在評論區就一直的提議我們，叫我們先處理這個地方。但是這個地方處理起來真的是很麻煩。你看，這個泥坍塌下來的泥堆得比房子還高，而且這個房主他說了，他說如果我們要處理這裡的話，就必須把泥給運出去，運出去了之後還要往上面運，還不能從這裡走。要直接倒在我們院子裡面去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為什麼呢？你看這麼多泥要怎麼運上去？而且運上去了要堆在哪裡？是不是？我們呢也很難解決這個問題。就是之前一直在猶豫，是要切薄坎呢，還是要用那個柱子直接打上去，然後在上面做硬化。但是呢，叔叔來了之後，他就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幫助。他就說，從院子裡面挖出3根挑梁，給它挑起來，這下面可以完全不動。這下面要怎麼處理，就看這個叔叔他們自己怎麼處理，我們就是不用管的。如果是要切薄坎和打梁的話，我们就需要把這個挖到底，就要挖到這個地方。你說這裡從最高處到這個地方可能有20多米左右，而且這個泥就占了10多米，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是很難處理的。而且我們根本不知道要怎麼處理這個泥土的問題，請人工吧，可能要花好幾天，自己弄吧，10天半個月或者是幾個月都弄不完。所以這裡真的是很難解決的一個問題。大家也知道，這泥直接堆到了這個地方，如果要我們來清理的話，那真的是太難了。而且這位叔叔他自己也不来清理，這是因為自然災害坍塌在他們下面的，所以跟我們來說呢，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。只是說，如果後期我們需要修建這裡的話，就是需要把這些泥給運出去，才可以修建我們的院子。我帶大家到裡面來看一下。裡面的泥全部都固化了，而且這裡也沒有再產生再次坍塌的可能。你看這些已經印了這個土頭。這個叔叔他來跟我們說，就從這裡一根挑梁，中間一根挑梁，然後在那邊一根挑梁，3根挑梁用鋼筋綁住，就直接可以在上面澆注水泥。然後搭一個平台，從這個就是從叔叔上次給我們講的那一條邊界線，以它為邊界，打院子澆注水泥，然後直接拉過去就可以了。所以下面這些泥是一點都不會動的。我覺得叔叔給我們的建議真的很中肯，既不用切薄坎，也不用打圈梁，你覺得呢？其實我也是比較贊同他的說法的，是不是？對。所以呢，我留了叔叔的一個電話，因為他們做這個也是專業的嘛。等我們把那些完善了之後，裡面內部的那些完善了之後，如果他有空的話，我們就叫他來給我們弄這個，負責弄這個，挑梁，或者是我們院子硬化，然後一起就給他硬化出来了。因為這個本村的人啊，大多數都是年輕時候的職業都是水泥工啊，裝模板這些是最在行的。因為叔叔他就跟我們說過，年輕的时候他們就是做水泥工發家致富的。因為他們已經搬下去了嘛，他是第1家搬下去的，在下面，他們在下面的房子有400多平，難以想象是不是？所以我們就決定，因為他有經驗。再次呢，這是他自己從小生活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他肯定會把這個項目或者工程給他負責好，做到最好。我們就
叫他來負責給我們把這個院子給他硬化，因為我們就是很在乎的一個問題，也可能也是大家很關心的一個問題，就是如果不把這些給撐住，那這裡再次坍塌怎麼辦？這個問題也是我們所擔心的。人家說了，不用擔心，因為你上面給它硬化了之後，這下面淋不到雨，是不是？而且排水溝也做了，它的排水從兩邊排，然後中间它就完全是干的，干的就不会塌陷。也不会產生二次塌陷的問題，所以他說不用擔心，這裡淋不到雨的話就不會塌陷的，直接用那個挑梁院子打出來，把這裡給遮住了，就相當於是一個遮陽棚的那種效果，大家可以明白嗎？就是那種效果，然後我們就不用擔心這裡的問題了。之前一直困惑我們到底是要砌薄坎呢，還是要打梁，現在既不用砌薄坎了，也不用打柱子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，大家跟我們說施工方的石頭我們可以用來砌這裡的薄坎，那個石頭太大太重了，我們去鋪小路搬石頭真的很費力，所以有更好的解決辦法了之後呢，我們就可以把那些費時費力的想法和做法全部都摒棄。而且叔叔還跟我們說，他說如果以後我們弄這裡有什麼問題，和下面這位叔叔邊界有什麼不清晰的，都可以叫他上來，他都可以幫我們來解決這種邊界的問題，邊界不清晰啊，或者是上下薄坎的這個問題。按照叔叔的方法，我們在這個院子中間，就是塌落的地方，修建3個挑梁，在這個外沿修建一個圈梁吧，就是給它連接在一起。到时候呢，整個院子都給它硬化掉，就是和那個挑梁同時進行。這樣的話，我們的院子就可以變得很寬很直，就是很好看的那種樣子。這樣的方式呢，最好的優點就是，能把我們這上面和叔叔下面的那棟房子完全給它分離開，就不用產生，我占你們的後院呢，還是說你占我們的院子，是不是這種想法？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挺好的，不占用他們的地方，直接在空中進行挑梁就可以了。大家都在說，之前買房子的時候，我考都不考慮，一氣呵成就買下了。然後想問問你的想法是什麼樣的？現在2個多月過去了。我的想法？對呀。你看，當初我們2個人把這一個破爛不堪的爛房子、舊房子，給它完全打造現在可以住人了，然後風景呢也變得很好看。還能有什麼想法呢？我們肯定是非常享受現在這個過程，是吧？然後也比較享受現在的成果。因為之前一直都是我在說我的想法嘛，然後就想問問你的想法是什麼？從當初買房子到現在想法的一個轉變。其實一開始我們買這個房子的時候，怎麼說哈？從內心深處來講，不管從這個房子的環境還好，還有這個房子的外觀程度來說，我都不是比較贊同，就是買這個房子。因為怎麼說呢，這個爛房子的話，你要把它修建好，需要從事木工的活、泥瓦工的活，對不對？這些咱們都沒有接觸過，也沒有信心去完成這個工作。但是呢，經過我倆不斷的堅持不懈嘛，就是有這個毅力，一直做到現在，不斷的把它完善成現在我們做的這個樣子。把一個破爛不堪的房子修建成現在這個樣子，就是很美好的一個院落。然後我們修建那個小路的話，還自己完成了這種泥瓦工的工作。從剛開始的10分沒有信心，到現在已經就是那種自信心滿滿。其實這是一個怎麼說呢，就是態度啊，或者是自信心完全轉變的過程。大家都在問我們的意見如何，我的意見如何。其實從這個態度來看的話，大家都應該知道我們的意見是怎麼樣的。